红与黑的交锋上演最终碰撞。大家好，我是 Draven。Road to Love-Tale 第2期今日更新，依然带来了大量尾田未公开的草稿，并且这一波是坏蛋特辑，全部都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势力，围绕世界正在发生的动乱、红发与黑胡子的宿敌之争以及各种名刀展开。首先一上来就是凯多和比格曼两位前四皇，巨大标题2名皇帝陨落，非常过分的把凯多和大妈被超新星们击败的关键镜头放了上来，这是一点不给老四皇们面子。2名四皇同时败北，但是引发大海震动。现在海外正处于狂风暴雨中，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最终章背景。正如吴老星所说的，而将平衡打破的是3个连锁事件。第一件就是萨博革命军小队在胜利马列乔亚与2名大将的冲突。编辑强调了一句，萨博身上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件，然后放出了亲友团们看到萨博新闻的表情。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与我们目前在漫画中看到的一致。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有多次聊到这个事件，虽然还无法确定发生了什么，但萨博大概率是没有死的，只不过目前下落不明。第2个事件就是卡普对明普顿和百姓所说的发生在阿拉巴斯坦王族身上的某个事件。国王寇布拉在会议前就已经重病缠身，很可能也到了退场的时候了。微微的情况更加让人担心。这个事件与摩根斯报纸里起的标题应该是同一个，有人死了和杀人未遂。第3个事件则是玩下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其实在世界会议前，克拉法尔加罗和多弗朗明哥已经因为德雷斯罗萨大战失去了七武海称号，大雄被完全改造成了奴隶，也已经没有了意识，所以废除七武海真正影响到的是巴基、鹰眼、白二世和汉库克。但是很快巴基就成为了四皇，他如何做到这一点还是个谜团。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认为他用某种方式暂时拉拢了其他几名玩下七武海，组成了联盟。可以说这3个事件就是进入最终章前最大的悬念，大概率要扮演线索的角色，引出接下来的剧情。而在凯多和比格曼垮台后，余下的2名老四皇黑胡子马谢尔蒂蒂奇和红发香克斯，他们的动向也备受瞩目。黑团这边2年后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位船长的大舰队，班底就是2年前大闹马林凡多的那些人，其中几人还没有出手过，实力未知。这个组织结构应该学习了白胡子老爹的队长模式。有意思的是，编辑特地留了个10号船长的空位，打上了个问号，似乎是想暗示还有新的队长出现。假如未来大河加入草帽一伙，那么草帽海贼团就有11个人。如果要跟黑团完全对位的话，那么黑胡子确实需要新增1位10号船长。这个人会是亲自吗？在圣地玛丽乔亚的事件发生后，黑胡子本人也十分激动的声称要去夺取某物，下令手下们出航。这个也成为了伏笔，至今没有交代，坑真是越来越多了。红团这边的线索则比较零散，编辑甚至把扉页故事里的镜头都放上来了。路飞闪进达到5亿时，香克斯正在某座岛屿上参加婚礼。后来在世界会议期间，他又秘密现身玛丽乔亚，与吴老先会面，谈起了某个海贼。这个海贼到底是谁？洛克斯、巴基还是阿金？目前也是毫无头绪。红发本人虽然按照约定始终没有和路飞见面，不过他们2人的共同好友倒是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比如基德找红发挑战，断了一只手臂；巴托洛米奥为了推销草帽团的标志，把红发领地的旗帜烧了。编辑大概是觉得这些线索无法糊弄读者，又把红发伤疤的事拿出来说了。当年红发找白胡子谈话时，就指着自己的伤疤强调了蒂奇的危险性，其实已经很明显了。红发的伤疤就是出自蒂奇的手臂。后来在漫画645话白团的回忆里，就出现过蒂奇拿着爪子一样的武器，算是实锤了。一直以来，蒂奇用爪子这样的武器也被认为他是某种动物性能力者的暗示。下一页，名刀盘点环节，刚好我们不久前做过一次完整的盘点，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翻看，还很热乎。这里编辑也是按照无上大快刀、大快刀、2块刀、快刀和未知等级，逐一展示了目前出现过的几把标志性神兵，例如罗杰的艾斯、白胡子的重云切、鹰眼的叶、下落不明的初代鬼彻等等。有意思的是，编辑这边分出了一个5等级，区别于未知等级，似乎某些武器并不参与名刀等级的排名，例如特拉法尔加罗的鬼窟、凯多的八斋戒、警卫们的助餐和脚餐、看闪的死梅，这些都算作5等级。意思是他们虽然不是名刀，但也可以算是著名兵器。而像红发的格里芬、金狮子的鹰石和木窟、卡拉库利的土龙，这都属于未知等级，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某一个段位的名刀。大家普遍认为香克斯的格里芬也是无上大快刀之一，而卡塔库利的土龙可能是大快刀之一。除了这些已经知道名字的刀剑外，编辑还加了一个未知，以雷利为代表的许多强者，他们的武器目前连名字都没有公布，因此等级更加神秘。在上期盘点名刀时，之所以没有把雷利的刀算进来，也是因为他的刀没有名字，看起来就像是随便捡的。最后编辑还不忘提一下黑刀炼成的过程，鹰眼原话，所有刀都可以成为黑刀。虽然尾田没有明确，但是目前的种种线索都指向霸气就是黑刀形成的关键。接下来就是尾田草稿公开环节了。这一期的主题是和之国的强敌们，首先就是凯老师最强的人兽型。尾田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也是经过了一番纠结，虽然这些草稿线条非常凌乱，但还是能看出凯老师那捐狂的笑容，不愧是最强生物。最初的设计里，凯老师变成人兽形态之后，身上会缠绕着许多类似闪电的气息，简直就是超级赛亚人2了。
估计是考虑到超出了动物系的能力范畴，尾田最后并没有使用。在设计凯多3个形态的高度时，尾田的草稿上还有一个小小的 4X 路飞的日样。编辑说，在路飞4档出现的早期，凯多形态高度也差不多就定型了。不过最关键的人兽型，尾田似乎改了很多版本，还有一个很像蜥蜴人的长脖子形态，酷似隔壁的圣主，看起来邪恶许多，不过也更像野怪了。最终版更近似人形效果显然更好。接下来是大看版的早期草稿，同样也是经过了多次修改。首先是镜，最终版镜的发型很有个性，左侧头发完全梳开，露出脸上的刺青，同时表情给人严肃而沉稳的感觉。但在早期的版本里，尾田其实考虑过各种各样的发型，刺青也是时有时无，身子形状也不是现在的叶子造型。不得不说，这个头发全部盖住的造型，让镜看起来相当有少年感。估计最后为了兼顾刺青和发型的设计，才用了现在的方案。回音的草稿里写着大大的 laser 日眼，看来尾田是念念不忘它的激光。早期设计里，回音腰间的刀是带有激光的，可以发射出去，末端似乎还能变成一把旋转锯。尾田在设计他的人兽形态时，也暂时忽略了改造人的机械元素，是原汁原味的动物系变身。显然，这次漫画里半兽半机械的赛博朋克风更加炫酷一点。接着来看杰克，意外的是，旱灾的草稿也经过了很多轮修改，而且早期3大看板也是对照着4档路飞和凯多人兽形态的高度来设计。总之就是要胜过那个香蕉人一个头。杰克因为是排名老3，所以站位上也被放在了镜和奎因之后。尾田贴心的安排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杰克的人兽形态也是十分特殊的，下半身完全保留了大象的四肢，上半身又多出了2只手，有点像人马。接着来看飞溜包，有些角色的设定经过了大幅度改动。黑吉万的脊背龙形态原本要更加瘦弱一点，少了正式版里那种凶猛的感觉。润提最初的设定是一个类似稻草人的无性别角色，名叫吉来，后来做了巨大的调整，它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甜妹润提。最初尾田还给润提设计了一根长长的舌头，不过后来给他戴上了口罩，舌头给了黑色玛利亚。为了强调润提的头盔和肿头龙的力量，原本润提的头顶是凸起，并一直戴着帽子，戴上帽子好像更可爱了。黑色玛利亚的设定也经过了大量调整，最初它被设计为剑龙果实，不过后来尾田决定用洛心腹的风格来包装这柄角色，果实也改成了格式玫瑰古狼蛛。草稿中的黑色玛利亚神情姿态多了几分邪魅，可能是怕大家受不了，正式版改了正常了一些。福之福早期设定中是一名双刀流剑士，后来他登场时也确实随身带着一把剑，只不过他只是外表看起来是长剑，其实里面只是一把匕首。福之福主要的战斗技巧也是魔改版的六式。草稿中剑齿虎的兽形态体型更像是一只普通老虎，可能是怕他跟其他同事比起来太弱，所以后来兽形态的剑齿虎变得非常巨大。蒂木早期的设定中名叫法罗，看起来要比现在的角色年轻不少。早期草稿里他就已经拿上了一把带有锯齿的激光刀，后来在正式版里尾田把它改得更好看了一些。三角龙的设定倒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了。最后是德雷克，由于登场比较早，德雷克也是所有飞溜包里悬念最少的。不过伊特龙的兽形态似乎是光头模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发型应该是属于德雷克自己的。这一期的末尾是大妈的和之国皮肤草稿。大妈在和之国有2次变装，第一次是在捡漏镇，被小玉救回来后，村民们又帮她梳了个头发；第二次是在鬼岛宴会前，大妈换成了一套花魁皮肤，虽然叫花魁，不过也许称为最强老太婆更合适一点。尾田也早就想好了大妈新皮肤登场的出场动作，带着一批妖怪霍米茨露面，妥妥的妖怪女王。以上就是《Road to Laugh Tale》第2期的全部内容啦，依然没有什么新的情报，也一样有许多有意思的草稿出现，一些角色被毙掉的设定，感觉都可以直接拿来出新角色了。这个系列预计将会有4期内容，那么我们第3期见吧。